今天给你们讲一讲我和我加拿大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干的地账。这事儿从哪说起呢？就俺仨人今天上附近草地玩去了，回来呢看门口放着一个大包裹，上边是我妈亲切的字体。你们好不好奇我妈给我邮的是啥？我是老好奇了，我也不知道我妈给我邮啥呀。一打开，哎呦我的妈，真木耳干豆角，这一打开就铁岭毛雨城的味儿。然后这肉头的大木耳啊，让我想起来我和我加拿大的婆婆小姑子第一次撕。这火是怎么聊起来的呢？就是第一次我上加拿大给他家做饭。我第一次去加拿大，我就发现这饮食也太简单了，这他都没吃过啥正经玩意儿啊。那我这厨艺千钧一发的，给他露一手吧。然后我去的中超，买了一只鸡，买了一条鲈鱼，人家做鸡做鱼，然后买点好的东北木耳，寻思再整点凉拌菜。然后我回来在厨房开始这一做饭，这火给我窝的。先是这小妹妹过来了，整一个，我们买鸡肉都是买就现成的鸡胸肉，你们非得买一整只鸟，你们吃饭好奇怪哟，总是吃这些全都是骨头的地方。然后小妹妹还拿出这个木耳问我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好奇怪，你居然还吃，这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也不知道木耳怎么翻译，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说是木耳是 fungus， 我说就是 fungus， 结果 fungus 在英语的日常用语中是脚气的意思。我说哎呀你吃脚气，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我要做的这个凉菜就是腐烂的竹科植物拌脚气。我当时憋回去没吱声，过会儿大妹妹回来了，哎呀你们对这个鱼好残忍呢，为什么要吃鱼呢？你一会儿那个做这个鱼的时候能不能不按中国的传统做法上这一整条鱼？我不想看见这个死去的鱼的眼睛跟我对视。我当时我心里默念张彩玲，憋回去稳住，别干仗，有人娶你不容易，你就把心中的怒火在剁鸡上发泄吧。我就开始剁这鸡，结果我婆婆来了，哎，你那个剁生肉和剁蔬菜用一个菜板子啊？我说我刷了。你洗也不行，你这个剁生肉和剁蔬菜一定要分开这个菜板子。我听说了你们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在你们那儿可能人们没问题，但是在这儿我们可能会死的。我当时我就明白了，就这事儿如果我要再憋着，以后就别回东北了。这事儿传出去，那以后回东北还出屋啊？就搁家自己拿大扇子，就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吧就。然后我把这顿饭给做完了，晚饭开饭了，大伙都上桌了。然后我说，我吃饭之前我先提一杯啊，我太羡慕你们这种家庭环境了，你们的家教太环保了，太和平了。如果在我家就我嫂子第一次来给我们家人做顿饭，然后我就这么说话，我妈一个大耳刮子能扇到我口腔里头长脚气。他能让我抱着个死鱼对眼3天，然后这边胸口上再挂个大菜板子，没事还得舔生肉拌鱼鳞。这时候空气就凝固了，说凝固都说清了，都脆了。是我的粉丝知道这是大梗啊，脆了。这时候我这大胖媳妇我老公说话了，你不了解这个国情，你别生气。加拿大有这个特殊的国情，有这个规定，就是说智商是90以下的人呢，不能吃带骨头的肉；智商是120以下的人呢，不能吃带刺儿的肉。要不然他一天老卡上医院抢救，老百姓得多交多少税收才能养活他呢？然后他爸一听，哎，哈哈哈哈，一个大笑，就他这大笑也是这个解尬神器吧，就是一大笑，完事儿说的，哎，这笑话太有意思了，就这么回事儿。完这顿饭反正是进行下去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说俺东北这肉头的大木耳，怎么就给翻译成脚气了呢？张大铁这周去幼儿园了，这几天我就观察他，我发现我就是生了一个2岁半的老干部，一言一行都是非常的社会和老气。我为啥说他社会呢？他去幼儿园，班级另外那俩都2岁，小老弟儿，张大铁是老大哥。去的第一天，我把他送进之后，我出来就很惦记。人张大铁正吃午饭呢，我控制不住了，给人老师打电话说，今天要不改成半天吧，我这就去接他。然后呢，人张大铁本来待得挺好，被老师莫名其妙给领出来，提前放学了。把他领出来的时候，他都没反应过来。怎么走呢？往家走的路上，突然间让我第一句话，你想吧，你跟谁去的？我一会儿就回去，没衣服。我还问我说谁是迪兰啊？回家我才想起来，他有个同学叫 Dylan， 也不知道咋回事，到他嘴里就变成迪兰了。他老气的第二个表现就是特别淡定，淡定的不可思议。我昨天晚上领他们去主题公园玩了，正好赶上万圣节活动，满公园都是 NPC 在那装鬼吓唬人，大胖姐就抱他过去了。有一个 NPC 呢满身是血就过来了，把我吓坏了。我寻思这张大铁不更得吓尿裤子了？结果那个女鬼往这边走，一靠近张大铁，张大铁的反应是给女鬼吓一跳。这个幼崽见到鬼的反应真是见鬼，真是见鬼。早达虽然害怕，但是还是忍不住有好奇心，一直往前看。而张大铁完全不懂这种装神弄鬼文化的意义何在，自己在那叨叨。我以为张大铁这么淡定是因为他没明白咋回事，没想到他明白，而且他还哄他姐。都是假的。
他爸也跟拿铁说，对，你告诉你姐都是假的，他们都是 NPC。回家的路上，拿铁看他姐还害怕呢，但拿铁不懂英语，他告诉他姐，不要怕姐姐，看我都是天机位，看我都是天机位。张拿铁还有个特点，他还洁癖，给他脸上涂那小南瓜，人别的孩子都很喜欢，他一直要去厕所洗脸，玩了一天，照的片片的，回家立马换衣服，换下来脏衣服都不知道沾了多少细菌，我闻还有点馊，搁以前搓完还有味儿，去味儿还得除菌，赶紧用上利百威士植物除菌洗衣液，西双版纳茶树精油除菌，洗完是不刺鼻的茶香，拿铁秒变抹茶拿铁。然后在主题公园，拿铁体验了人生第一次坐过山车，上了过山车，我在前面喊的跟个大傻子似的，张拿铁全程一个表情。我们去做一个类似激流勇进的项目，他姐吓完了，张拿铁呢全程就一个事儿，跟在座各位大恐龙、大蟒蛇打个招呼。那船到高处的时候，突然一个浮冲，给我吓完了，我嗷家伙一声，张拿铁面无表情。下车的时候，张大姐问他爸：“刚才是谁在那嗷嗷喊？”他爸说：“就是你妈。”哎，有太多的粉丝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彩铃啊，外国女的生完孩子是真不坐月子吗？这事儿我问过我加拿大婆婆，那月子肯定是没有坐的。那她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做了什么呢？人家3个孩子每生完一个，第一个事儿就是让她老公给她买那个倒过来都不洒的冰激凌，还必须得是特大号的。用我奶的叫法就是3XL 嘛。北美的甜品号码我是知道的，她要是说这个桶是特大号，那基本跟尿盆差不多大吧。其实我感觉他们对冰的东西的依赖和咱们对热的东西的依赖是一样的，就不管有啥事儿，总觉得哎用冰镇一镇，它总会是有用的。我婆婆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每个月最难受的这几天，人家就去游泳去嘛，还得挑凉吃的。所以我看加拿大的那个医院门口一般都有一个冰激凌店，这就跟咱们的医院门口肯定有卖热粥、热豆浆的是一个道理。我女儿2岁的时候在伦敦嘛，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完上医院看医生说那就只能开点药，那小孩也不能多吃，就回家自愈吧。我说的那他太难受了，我能做点什么让他舒服一点呢？然后医生说那就只能是孩子一疼你就给他吃个冰激凌吧。就我在这种环境下呢，说实话生老大的时候我也没咋坐月子，就我妈吧还真特意来伦敦就是要给我坐月子的，就说一定要坐。完我说行，我听你的。完我是早上4点钟生的嘛，那时候伦敦已经秋风瑟瑟，就满是寒意了。完事孩子刚生完，刚放我身上也就5分钟吧，我的产婆就 hope 嘛，就是希望，就打开了希望的天窗，这个希望所有窗哐哐哐全打开。我的产婆希望的意思呢，就是那得是打开窗户让产妇吸收一下新鲜空气，还有小宝宝。给我妈气的，她一打开我妈就全关上，我妈全关上她全打开。完了这产婆还问我老公，你这个 mother in law 是你这个丈母娘有点焦躁啊，咋的恐高啊？你告诉她放松。我老公寻思你放松吧，你再打开一次她顺窗户给你撇下去。完我妈就是在这看着这窗户嘛，就谁敢碰这窗户她就必须得给摁死。但是他们就玩夹击，你知道吧？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护士长这么一个类型的人物吧，就趁我妈就防守都放在窗户的时候，给我领到了浴间，就跟我说：“亲爱的，咱们抓紧时间洗个澡。”我当时就没有啥感觉了，我觉得你说刚生完孩子就已经被这个泰晤河畔早晨4点钟的邪风就已经洗礼一遍了，那现在洗个澡又能如何呢？但是我在里头，我能听见我妈在外头找我，其实还挺有娱乐性的呢。我就听着她一听我被带到浴室洗澡去了，哎呀，给她气的，哎，薅着我老公喊，就这你媳妇让人领到浴室洗澡去了，你都不管。哎，你说这边一个带去洗澡去了，外边的不让关窗户，一会儿他洗完澡出来，这屋子过堂风，能给王八给吹翻壳子了，那不落病吗？给人往死里整，太损了，你个大傻狍子呢，搁这卖单呢。这时候呢，我洗完澡迎着这个所谓能给王八吹翻壳子这过堂风，我就出来了嘛。然后我眼前是我生完孩子第一顿这所谓的月子餐呗，你们也能想象是啥了，就大凉三明治配冰水呗。其实这冰水吧，你要说它是水里边加了冰块，有点委屈它了。它其实是一堆冰块往里边填了点水，就是你听没听过一个童话叫《一只乌鸦口渴了》，就那个配图，就其实里边都是大块完添了一点水。这时候我妈就疯了，就真是疯了。但是产婆其实不明白我妈疯点在哪，就觉得她可能就是焦虑症，完事儿就给她架出去了，就以这个产妇要休息为由给我妈给架出去了。我妈一边被架着往出走，一边冲我喊：“妈妈一定会回来的，闺女你一定要忍住，不要吃他们给的饭，不要喝他们给的水，妈妈一定会杀回来的，不能妥协，你是有气节的孩子，他们都是虚伪的纸老虎，听着没？”然后我呢就睡了一小觉，醒了呢有个护士来找我，问我这个 Miss 黄，这楼里有个 Miss 黄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是啊，咋的了？
他说没死黄，把2楼的微波炉给整爆炸了。后来我一问是咋回事呢，就我妈呀去给我找吃的去了，她就想给我买点糖，结果到处也没有。最后在超市发现有人买糖，她就跟人家买。但是国外这个卖那种大酸奶的桶和汤桶是一个大小一个形状的，人家拿的是汤，他拿的是酸奶。完事跟着人家去看那人是怎么热的汤。到2楼茶水间，人家放到微波炉里热这汤去了，我妈把我这酸奶给热了，结果梆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伦敦塔桥都一震的。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没看着那个汤上边他画着木瓜吗？我妈说那我不着急吗？我就以为是泰式咖喱汤呗。